OK，好，那大家好，我是 FCGRZ，那今天这部影片为大家带来的是玛丽斯这个卡组的牌组教学啦，就牌组介绍吧。那这部影片的话，跟之前的教学差不多，就是效果的部分我还是会简单的为大家带过一下，但就不要太长了，因为这卡组出了2-3个礼拜了，对，那。虽然我现在出有点晚啦，但是就大家看看吧，看一些有没有些什么观念啊什么的，你可以从头再多学习一下。那也顺便分享一下最近我对玛丽斯这个牌组的构筑以及整个环境的看法啦。那环境的话，上个有讲啦，就上一个那个影片有讲，那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那等一下可能就多少也会再提到一下这样子。就最近其实练牌也是练的挺多的，对啊，就也不是像大家可能想的，就大家以前听到就说，哎，我不开台就不开这个游戏，没有啦，我不开台的时候我还是会开这个游戏的，一天打个2个小时之类的，常常。好，一天长也是会打个2-3小时啊，所以就练牌时间花的真的不少啊。但闲暇之余总是要来点不一样的休闲娱乐。那大家还记得上次跟你们推荐的 Raid Shadow Legends 吗？我自己在休息的时候也一直有在玩啊。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吃队伍搭配和策略规划啊，就你不会觉得一下就玩腻啦，就变化还蛮多的。那最重要的是养角色的过程不会一味的推荐氪金啦，那反而很鼓励你去尝试各种不同的队伍组合。那现在他们正在开跑一个限时的雷米尼斯追赶活动，那只要登录7天就可以免费领取全新的传说英雄金翼雷米尼斯。那它是光明力量的象征，专门用来对抗腐花势力，不管是恶魔啊、亡灵啊，还是黑暗精灵，都可以一个一个收拾掉。那最好的是，你只要在7月31前开始登录的话，那再登录满7天就可以白嫖哦。那如果你再多登7天的话，就可以拿到专属的强化装备，直接一条龙一步到位。那如果你是新玩家，大家如果有看我上一期介绍这个 Raid 的影片的话，你可以透过我的专属连接下载，对，就可以拿到超豪华的奖励。另外，你还可以从下面5个传说英雄里面任选一个专属礼包嘛，那就大家画面上看到这些。那如果你也要推荐的话，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流浪者爱丽丝，那她是那种擅长控场和高爆发输出的角色，而且又香，对不对？这些礼包嘛，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些只能透过我专属连结或是 QR code 下载后领取。对，这个很重要，你们一定要记得。对，就是一定要透过这个下载，好不好？你才领得到。那48小时内就要输入这些促销码，不然就会拿不到咯。那我在游戏里的 ID 是 RZ， 那公会也是同名，就是 RZ。那大家一起来加入我公会变强吧！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好玩游戏 Raid Shadow Legends 啦。那我们就继续这个玛丽斯的牌组教学吧。那首先是就这个系列介绍的部分啦。那虽然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但我们来简单想一下，就是他们下级怪兽的共通效果是被除外支付300点生命值，然后可以把它特殊召唤。然后之后其实是有一个字数，就是从额外牌组只能特召连接怪兽。那白兔、柴郡猫跟这个睡鼠3个都是有这个共同效果的。那山兔比较不一样，它是被除外的话，支300的血量，然后就可以从除外回收一张玛丽斯的怪兽。那一般都会减它自己。对，好，那白兔是召唤特招可以从牌组盖这样陷阱。对，那因为我们不会放同名的，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从牌组盖这样子，就不用在乎这个同名卡存不存在。对。然后2效果是有点像隐藏效果啦，就是马莱斯连接怪兽指向他们的话，其实每个都有效果。指向白兔的话是伤害为0，然后指向柴郡猫是就战破了怪兽不去目的会被除外，然后指睡鼠是有消破抗性，然后指那个伤害兔是有指定抗性这样子。好，然后柴郡猫的那个启动效果是除外一张玛丽斯卡，然后可以抽2。然后睡鼠的启动效果是除外一张马丽斯怪兽，然后之后马丽斯怪兽攻击力都会上升600。然后3A Two 就是本家的那个红人雨啦，双方主角可以发动，然后从自己手牌目的把它以外一张马丽斯卡片除外，然后特招这样子。对，但跟红人不一样，它是要先除外到才能特招，所以如果被连锁圣枪之类还是下不来的。对，然后再来是本家的陷阱。那陷阱的共通效果是它可以在覆盖的那个回合发。那
但是你要代价除外自己场上一张表示的玛丽斯怪兽，那不限于就是下级怪兽，Link 怪也可以。对，那就 MTP07是抓一张玛丽斯怪，然后有连接怪的话可以除一张，然后 GWC 是从墓地或除外特招一张玛丽斯怪，然后之后可以回血，如果有连接怪的话，就是他们的效果都是有连接怪会追加一段效果。然后 TP11比较不一样，它是从牌组跳一张玛丽斯怪，那如果队友场上有3张以上的卡片的话，也可以从额外去跳一张玛丽斯连接怪兽。但你如果从额外跳的话，那个连接怪兽它是没有解那个书生限制的，所以他们不能被除外之后还跳回来这样子。对，然后 TP11跳的怪当回合是不能攻击，也不可以发动效果，但你只要摆到下回合就可以了，就可以发动效果，也可以攻击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是这个马来斯的场地魔法。那作为发动时的效果处理，就从手牌组墓地可以除外一张马来斯卡片。然后2效果是一个隐藏效果，你基本上可以不用太在乎。对，然后3效果是你场上有马来斯连接怪的话，对手只能打马来斯连接怪，这个还蛮重要的。比如说他场上只要马来斯连接怪，你没办法先去打他的神功或先打他的小怪，你只能先打那些 Link 怪这样子。然后还有一张本家的速攻，那速攻1效就2个效果都还蛮好用的。1效果是一个无效效果，那他要除外自己手牌或场上一张马丽斯的怪兽，然后再去无效对手怪兽，那一样他没有除外到就不会适用到后面的无效。那他被除外的话，可以以自己目的让马丽斯卡片为对象发动，那把那张卡除外，从牌组抓一张一样种类的马丽斯卡，你除外魔法抓魔法，除外陷阱抓陷阱，除外怪兽抓怪兽，但魔法一般没有，所以一般都是除外那个怪兽跟陷阱这样子。好，那再来是额外牌组的部分。那额外牌组的话，就是3个皇后，就红皇后，然后白皇后跟这个红心皇后。那我们后面都是这样子去称呼他们。就红皇后一般就是你展开第一个动作几乎都是出它，就你出第一个皇后都是出这个红皇后。那进场抓一张魔法，那一般是抓场地，如果场地开过就会抓速攻这样。对，然后他只要连接段有怪兽，对手场上的怪兽攻守会对调，这个不太算隐藏效果，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效果，因为很多怪都是攻击力高、守备低，那倒过来他可能就打不过你，因为你有场地嘛，那配合起来他就会那个打不过你，他只能打你的马丽斯 Link 怪这样。然后3效果是他只要被除外之900可以特招，然后从牌组除外一张电子阶怪兽，那这个还可以除外什么点阵图啊那些，只是现在构筑是没有放的，就没有什么必要放，所以不带。对，那就3个连接怪都是一样，跟下级一样有那个书生的效果了，就是他只要被除外就可以之900跳回来，这样就一回合一次的。对，那下级是之300，然后连接怪是之900，应该蛮好理解的。对，好，然后再来是白皇后，那白皇后是就你要用包含马丽斯2只怪去出。以上的怪去出，对，那前面红皇后也是一样的召唤条件，然后白皇后进场可以刨3张粉，他不只可以除外自己，他还可以除外对手，所以他在回合外是可以当一个阻抗的。就最常见的操作就是连锁克魔的那个踢腿去复活白皇后，那对手C1努力跳回来，然后你C2白皇后就可以把它擦掉，然后顺便除来自己目的的资源去做回合外的展开这样子。然后2效果是盖陷阱，那一般我们都是盖这个复活比较多，因为复活就可以在对手回合又把白皇后拉回来再刷一波这样。对，然后他被除外的话是可以特招之后抽一张，那这个效果会吃灰流、吃圣王、吃灵王，对，就什么都吃，就这个效果还蛮容易吃到阻抗的，就吃到阻抗会比较痛一点。好，然后再来是这个红心皇后，那红心皇后是一定要3只怪去做，所以展开中不一定可以出它。好，然后它是一个2数的除外，但是它有一个那个隐藏效果，就是它连接端有怪兽的话，这个效果的发动和效果本身都不会被无效化，就是不会被神通啊，不会被泡影啊什么的。对，然后只要把除外那张马丽斯卡放在牌组，就可以把场上一张卡片除外。那它被除外的话，之900一样可以跳回来，那它攻击会变2倍。那如果在岁数适用下的话，它是会变5600跳回来，就是它会先变2倍，然后再加上岁数给你的600这样子。好，那本家的卡片这样就全部介绍完了。那接下来是一些就是外挂的卡片啦。那讲一下这一版的话，我推荐的构筑一个是纯轴的马丽斯，那还有一个是那个仿陀螺的马丽斯，对。那这个构筑的话，我自己觉得可能泡影可以不用啦，可以再多放一只深渊兽之类的。
对，我今天在试那个就是生人兽多的版本，感觉生人兽还不错。其实就以 rating 高分的那个环境来说啦，就今天早上好像打了一些，感觉胜率还可以，打到了多少分不知道，好像没前10，但是也算相对高分的。对，啊，但天梯我自己玩起来的话，那个什么圣枪混沌猎人可能还是有，就还蛮多的，所以纯走可能就没那么推荐，还是。感觉可以放陀螺走吧。那千年走我自己觉得血量压力其实还是有，虽然4000血其实够马一斯打完，而且还有 GWC 回血，但是你只要被断的话，你斗牌其实压力很大，所以没那么推荐。而且千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它跟灵王是互卡的，那一定会有人说啊，那个谁谁谁又放灵王又放千年，我只能说你可以试试看啊，你会你互卡一次，你大概就会中风了，对，相信我。你互卡一次，你大概就会中风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所以我是觉得千年走可以用，但是就不要带灵王。但灵王在这一版本又是一张极高 power 的手坑，因为它是内战里面相对很高效的一张卡片。当然你换成炮影也不错，就是玛丽斯单卡动其实是就是会被炮影打停的，就尤其是比如说什么黄金柜开或是场地开，这个它就算搭配深渊兽，你炮影还是可以一卡把它打停。然后再来是 TB11要不要带这个？其实我都讲过了，就 TB11啊，采流体要不要带，我都在那个上一个环境分析影片里面讲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拉到影片最后去看，就我都有很详细的分析说，我觉得现阶段这个 TB11是厉害还是不厉害，就要不要带。然后纯灯因为深渊兽放很多关系，放一个暗抽增加一点启动率，感觉没什么毛病。所以构筑上的话，大概就是这样。那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啦，我自己觉得深渊兽还蛮厉害的。那你如果觉得深渊兽不强的话，可以换其他手坑，或是转去有带辅助轴，比如说陀螺轴或千年轴都可以。对，然后再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暗灵死还蛮重要的，就这几天玩下来一直有用到，就不管是你内战干对面怪，甚至有时候你不会动深渊兽拼起来，然后自爆，其实都很好用，因为暗灵死自爆可以全家都可以抓，所以就还蛮好用的。就这卡片其实真的还蛮好用，我还蛮推荐带的。对。那凤凰啊、崩戒狗啊，这个就不好说。你可以换其他你喜欢的功能键，比如说独角兔、连接蜘蛛，或是你想要整组这3个换采流体组件，也可以。对，也可以。但采流体的话，我会推荐除了那个采流体，然后同步怪和那个封存龙以外，还多带一个转码了，就是当做一个中混沌猎人的时候有一个解这样子。那如果你不想带转码的话，就那个格仔带崩戒狗就可以了，这样子。对，所以就可能这4个要换掉。但我觉得深渊兽多的构筑其实 IP 有时候还蛮有用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再抉择一下了。然后这个黑天使就是你常规岁数展开的时候，它会多一个 link 值。那如果对面是60卡组的话，可以考虑直接拼那个黑天使，然后用防火强龙去回收灰流，这样就黑天使对下灰流，用防火强龙回收，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但没有很必要。就这样黑天使是可以不放的，就它也是一张功能键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实战片段吧，就在实战讲给大家听了这样子。OK， 好，那老样子就是教学，先给你们看一把先攻有打完的对局，对，那之后再给你们看一些遇到手坑该怎么处理之类的，对。那我们就播着展开，然后边讲马来斯这个卡组该怎么展开这样子。对，好，那这手牌首先通招白兔，然后盖 GWC， 然后做解码，然后用3月兔效果去除外白兔，然后特招回来。那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就是防陨石的一个套路啦，就是你在4动的时候出到解码加2个怪，包含1只玛丽斯怪。然后在第5动的时候出到红皇后，然后解码效果跳回来，这样就是跟单岁数那个展开是一样意思的。我们之前那个卡包的影片就有拍过单岁数的展开，然后以及你在网上随便找都有很多那个单岁数展开，就是岁数移3月兔，然后变解码3月兔跳下来，然后跳岁数回来，这就是最基本的防陨石展开。对。那这边 C1 红皇后，然后 C2 解码，然后红皇后抓场地，这样就马来斯这卡组的展开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的 Link 3是特别容易获取到的，所以你在展开的时候其实是要算它那个 Link 值的。
然后这边吃陨石的话，就是原本这是神功，那就是吃完陨石之后，我们就继续打，这样。对，这就是逼陨石的套路。那吃完之后，你虽然没有神功，但你还是可能有采流体之类的。我这一把对局打的时候是有放采流体的，那这点还是不错，就采流体也是有优点的这样子。那一般我们这边就会直接出陨石，出神功护航陨石，然后就再继续展开这样子。那这里就先开掉黄金柜，然后黄金柜效果除外速攻，然后再除外红皇后抓睡鼠，然后红皇后效果跳回来，然后除外猫，那猫效果除外手台睡鼠抽2，然后这里睡鼠效果跳回来，对，那发场地效果把3月兔抓回来，这里其实应该用睡鼠效果出就可以了，没什么必要用场地出。那这边有多子的话，就先3素材红心。然后 Link 2出飞剑，就马伊斯这个卡组的展开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 Link 3很好获取到，所以我们本质上是在算那个怪数，它不是算 Link 几。比如说神宫是2个怪，红心皇后是3个怪，因为它一定要3个怪出。好，然后 Link 3都是3个怪因为你要用 Link 2出的话，基本上就会用到2个怪呢，2个怪嘛，然后飞剑的话就会多值这样子。对，那这个卡组跟其他比较不一样是这样。就你多玩几把，你就会算那个 Link 值了啦。然后这里白王剑长效果把红心移掉，顺便把白兔移掉，让红心多一个子弹。然后发 GWC 效果复活。那白王自己效果跳回来抽1张，就这个卡组展开会抽很多张，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那这边就直接3个去 Link 采流体。然后对一下封存龙做魔线挡，就你刚开始玩的话，我会比较推荐采流体啊，因为采流体就是一个很无脑，就几乎一定赢的中端。对，那玩多了就可以再考虑把采流体拔掉这样子，或者是看环境选择，我觉得都可以。就采流体不是一个比较差或比较出阶的构筑啦，我是这样觉得。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就给大家演示一下中陨石该怎么办。接下来再带大家看一场仙宫的对局。对，就这个卡组目前就是这种画面，其实还不算少见，就是事故率是有一定的，但一般来说他手上都会捏一堆手坑啊，所以要活下来可能也不是那么难，所以陨石还不错，就是能帮你活下来，然后深渊兽也是这样，对，要不然就是中身枪，一般你可能还蛮常要靠手坑去拉扯的。那这边对手千年开的话，就拜他不是蛇眼，因为蛇眼这个手牌不一定挡得住，深渊兽加陨石应该还是蛮有机会的。这里都不理他，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丢东西。这边对手黄金贵的话，我们就直接连锁圣枪，不可能让他除外，除外我要死了。然后指明者的话，手上可以连锁深渊兽去雕那个圣枪，就帮圣枪躲掉指明者。那这边因为判断血量上算健康，而且不会死的关系，多一只深渊兽留到下回合去拆场这样。就这个5000给他打。因为他就算再下一只过来，我也死不了。然后他再多做 link 的话，我可以丢陨石。对，那这边对面是做小叶过了，结束决战就捡那个德鲁伊。好，这边效果跳。那吃狙的话是要止掉的，因为对手上回合被我们单坑蓝挺嘛，就甚强，所以尽量让他少抽一点，不然下回合很难蓝挺。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名牌就是不会动的。就这边有一个打法啦，就是我在这个连锁串上黑的也跳出来，然后出暗灵石撞这个自爆，然后主2展开，但血量上会有点少，对，而且还要再过一个那个小叶，因为这个蓝龙是不能喊效果去送怪的，不然那个暗灵石就会飞走了。对，我这边算选比较稳妥的打法，就是雕一雕，然后主2暗灵石，然后加小叶，因为感觉小叶加陨石应该是高几率有机会活下来了。
这人就把千年插一插。盖 GWC 过，对，运气比较好，这边对面也是没有启动点，就算有的话，小叶加陨石应该还是蛮好活的。那这里下白兔就拿下对局，对。OK， 好，那接下来带大家再看几把后手对局。那马伊斯的后手能力其实已经相对来说很不错而已，他是一个展开牌这个性质来说，就他手坑又多，斩杀能力也强，对。那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对面下这个身影队丢身影队，其实这边我心态有点爆，因为圣枪打这个海皇用处真的很差。就几乎没什么用，然后 CSO 也完全没用。对，那这边只能期待他捡那个私人把他打停，这样。好，然后这里这手就抓私人，那这里圣枪赶快甩了，再不甩要死了。因为圣枪的关系，所以他那个私人发不了，然后他手上可能刚好没其他把枪，所以就拦停了。就海皇是会人弹分离的卡组，那刚好让他人弹分离了。就运气比较好啦，这个画面很梦幻啦，我只能说很梦幻啦。那这里我怕对手圣枪，所以我没有连锁跳深渊手，就让对手少抽一张这样子，因为我怕他圣枪，就我觉得这个值我斩杀是很需要的，对，所以我就没有连锁跳深渊手，我直接让他那个狙通过，这样，那跳陀螺，然后陀螺效果抓主蜻蜓，然后再跳主蜻蜓。那这边下白兔效果就吃圣枪了。那我们这边马上连锁三月兔跟深渊兽效果去把怪都跳到场上。对，就这牌组后手吃圣枪基本上跟死了没两样，尤其是这种真直狙通过的状况下。但这一把运气比较好，就是令格值很多，所以可以做斩杀这样。好，那这边盖一下 GWC 啊。就马伊斯经典回杀的套路就是红心 GWC 或是连马红心或连马红皇后。那这边因为重声枪的关系，这个 GWC 开不了，不然一般那个红心 GWC 就可以打8000了。就是你岁数发完效果之后，红心是3100嘛，你打第一拳之后发这个 GWC 的效果，复活目的或是除外随便一个怪，然后红心被除外效果会跳回来，它会变一个5000的。那如果有岁数发效果，会再加600，就单红心就可以打到8700，对。那你重狙想要快速斩杀的时候，就是红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它一定要3个怪去出，这个要注意。对，那因为这边吃圣枪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能在往上攀连马。对，然后连马跟马丽斯本家的互动就是连马去除外马丽斯 link 怪的话，炸卡嘛。那马丽斯 link 怪可以自己跳回来，所以这个很厉害。就连马这张卡片在马丽斯里面是一张还蛮强的斩杀卡，这大家可以注意。就是你不管除外红心或者除外白皇、红皇后，都是可以跳回来的。就因为马丽斯只要被除外就可以跳。好，而且连马 link 4嘛，就我们前面有提到说马丽斯其实是算怪值的，所以对马丽斯来说它就是2个怪，就很好出这样。那这里刚好5300打这个800，然后2500打，然后1200打就拿下。好，那接下来再带大家看一把，这一把对面1换1呢，我是直接开灵王，因为我不想要挥被纸。那灵王这个卡片比较难打，对，所以就直接开灵王。然后对面又是海皇。这里我没办法，我直接挡龙骑队啊！就你再让他捡身影队，这个挡不住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要直接挡龙骑队。我怕他手上还有那个啦，还有私人之类的，就会很跳。那这边运气比较好，算是一个挥就把海皇挡住了。跟对手是抓了海皇子当续航，然后就过了。好，然后这里我一抽岁数上来，我想说快赢了，但我感觉对面应该是有圣枪的，对。
我就一直在拜大家不要准接丢圣枪。他如果不准接丢的话，我下岁数，然后我不喊效果，直接出 Link 怪，这样我2个深渊兽可以去应对他的圣枪，就差蛮多的。我都已经想好了。那我一直那天在开实况一直在拜，那这边还是丢圣枪，那只好深渊兽乖乖跳一跳。对，好，那这样对手手牌就是一张明的海皇子。然后加刚那个莱茵抽的一张卡，那这边就是做 IP 妥协了。那蓝龙的效果可以把风海王送掉，这个还是不错的。那对手回合有马格，就理论上来说单海皇子是过不了 SP 的，所以就这个妥协算还可以了。就拜他手上剩下不要是其他动点。那我们这边就是岁数跳回来的话，还会有一个速攻可以用，就多一个阻抗这样。这里对手过不来投降。那给大家看一下，就马莱斯这卡组对鸟居是有很强的抗性能力的。就这边对手空过了，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快速斩杀他。重挥没事，反正本来就会动，就暗抽就是骗到挥了，就很舒服。然后这边下白兔，我看了一下我的手牌，就是这个鸟居是不用挥的，就不用管。那直接开那个场地，然后场地效果飞岁鼠，岁鼠效果再飞那个柴郡猫，然后柴郡猫跳回来。这边场面打点已经5400了。啊，其实这边如果没有超黄金柜的话，这个岁鼠这个3月兔效果就不要喊了，这边直接进站阶打，然后 GWC 飞白兔，然后跳3月兔回来，然后白兔再跳回来，这样打一定死，对。但因为我有超黄金柜的关系，我想说3月兔先拿回手当一个续航也不差，就都行了。那就开黄金柜，把第2只猫送出去，这样打点一定够。你没带2个猫的话，你送白兔应该一样意思，都是够的。对，那这边就站接 GWC 拉猫回来，然后白兔效果跳回来打就死了，就对手一张都没抽到，直接把它挥杀，这样。以上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马丽斯就是先手做场和后手的一些思路啦。就我对这个卡组的理解还没有到那么深刻啦，所以我也很难讲的，就是那么有系统性给大家听。但就基本上你那个底层逻辑就是你只要会算那个怪值，然后你先从单岁数的那个 combo 出发，之后就慢慢。你就知道这卡组大概是怎么演的。对，那如果实战上真的有不幸中狙或是中鸟狙的话，其实鸟狙还好，鸟狙大家也有看到，就是这个牌组对鸟狙的妥协能力是蛮强的，就是你可能可以过柴郡猫抽2啊，然后再出一个红皇后这样子。就中狙也是啊，也是差不多逻辑，就是在尽量少动的状况下，比如说让对手抽2之类的，你可以自己柴郡猫有抽，然后再出红皇后减速攻妥协。那速攻在对手回合是可以除外红皇后，然后让红皇后再除外白兔回来再盖 MTP， 这样是一个无效加白兔盖回来的 MTP 会有一个除去，这样2打。对，就一般重狙是尽量增加自己的手牌，然后尽快出到红皇后，不要让对手抽太多洞。对，2洞之类的都可以接受，3洞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停牌，除非你手上全是本家，就你一定要过牌才行。对，那大概大逻辑就是这样。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就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或到实况上来询问。好，那觉得我做不错的话，大家记得给影片点个赞，好不好？那我是 FCGR，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那在影片结束之前，各位千万别忘了7月31号之前一定要去登入这个 Raid Shadow Legends， 还可以直接带走免费的雷米尼斯以及全套的资源哦。那连结和 QR code 在下方，大家赶快去下载，不要错过这一波机会。